投降了，台湾战争结束了。我看到了吗？人家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今天开会前，有人找到我，反映演习中作弊的行为。720团9连新任连长高亮在演习中作弊，不但不努力地赢得胜利，相反，将对手从自己的手中放掉，任其炸掉自己的弹药库，让700团赢得了演习的胜利。今天，我把作弊的相关的当事人找来，列席今天的会议。政委，就这个问题，咱们可以展开讨论。我先说两句。我们远离战争这么多年，有很多同志啊，把军营当成了养鸡养鸭的草场，把演习当成了名利场，争的不是战争的输赢，而是立功受奖、晋级提升的输赢。这种情况很危险呐。政委的话说到点子上了，军队是为了战争的目的存在的。对于军人来说，对于和平的沉醉，就是一种病菌，专门吞噬我们的战斗力和战斗精神。身为军人，如果不能正确的面对和平，将滋生出各种各样的病态来。不以实际的战斗力为标准，搞虚假的、做表面的工程，这是最为突出的一点。说到这次演习，一个连长作弊，我们摊开了看呢，谁受益谁受害。表面上看呢，720这个典型被坑了，稳赢的局面被一个叛徒给弄丢了，让700团捡了个大便宜。那么我们就问问这位当时连长，你为什么？你吃多了，出卖自己的部队啊？700团给了你什么好处收买你呢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他这么做就是不想让720赢。那么，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，会让这个连长不想让自己所在的部队赢得演习呢？虚假，虚假的训练，虚假的演习，虚假的胜利，虚假的士气。一个连长想粉身碎骨，炸掉这团虚假的迷雾，这才有了这次演习的作弊。报告，9连连长高亮的问题，我认为可以重新研究。坐下。是。我根本就不想讨论这个连长的所作所为。至于这个连长的问题，你们是要处分他，还是要奖励他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但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值得一提。720团是一个典型，一个反面的典型。这些年，你们看上去很光鲜，花架子玩了不少，可论战斗力，你们的水平在哪儿？这次手榴弹事件，3个人致伤，2个人致残，这是血的教训。你们的主要领导要负责任。实际上，这种倾向在很多单位都存在，典型一大堆，经验说不完，眼睛只盯在上面，不考虑未来的战场，这会把我们的军队带向死于安逸的深渊。一句话，上阵打不赢，一切等于零。这就是我今天对这次演习做出的总结。散会。
军长，下一步市里会对720团进行重大诊断，先从领导干部抓起。这个宋建设本来是想让他担任720团团长的，但是现在来看，这个方案需要调整。市里准备把他调到市机关后勤部去，但是720团团长一职，到底让谁来干，现在是让人头疼的问题。既要能力强、水平高，又要对720团比较熟悉，这个人不好选。先不说这个，我问你，是谁把炮团2营调到了三斗坪，差点把秦汉勇打残的？啊，720团参谋长陆平帆是这小子。这小子有点歪财，就是毛病多。什么毛病？他骄傲，谁当了领导，他跟谁处不好关系。这也算毛病？我看这算优点。啊，好马还有脾气呢。啊，我看可以考虑把720团交给他。他和秦汉勇当连长的时候，两个人互相就较劲。现在让他们当团长，再互相较着劲，这对团里的建设不是什么坏事。怎么？嫌老子插手你们的干部问题了？不是，他已经调到指挥学院了。什么？还能拦下来吗？市里都已经批了，军里就没必要拦了吧？好一个没有必要拦了啊！战争年代丢了一把好枪，别说是战士，就连排长、连长都会难受好几天。啊，现在呢，720团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一个懂指挥的一个干部，放走了，团里不觉得可惜？你们市里也不觉得可惜吗？我告诉你，陈大山，不要一有问题就眼睛盯在下边，治和平病得从你们这些师级干部开始，明白吗？是。我看不行，就把秦汉勇调回720团。秦大炮，他要不干怎么办？他不干，我毙了他。滚蛋！老子自打当兵第1年开始，就梦想着能当上700团的团长，熬了快20年了，好不容易当上一个代理团长，眼看就修成正果了，让你小子给抢了。你这个同志的觉悟有点低啊！到哪当团长不是当啊？都是革命的队伍嘛！跟老子在这说风凉话。没想到你情绪还挺大啊！废话，老子自打当上700团的代理团长，那是没日没夜，眼下可好？鸡飞蛋打了。来，我听说调你去720团的是郑军长在师党委提出的建议，找他评理去。不是你去啊！别动，放哪？这么快就走啊？你少在这儿冒呼号的，这不是你一直期待的吗？秦汉勇回来，你高亮也回来了，这720团又是你们老九连的天下了。你真是老子的灾星啊！撞见你一次，我倒霉一次。开骂是吧？我还想骂你呢。9连多好个连队，那是上百个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荣誉。这才几年啊！你看看被你霍霍的，老子是来给你擦屁股的。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呀？就你这号个叛徒，到哪儿倒霉。你要真这么看啊，我也瞧不起你了。啊，郑开兵，你小子给我记住了，这个机会是我给你的，好好的带着9连打个翻身仗，要不然那几个小子白残废了，到时候我饶不了你。哎，行了，我这次被贬呢，是替你承担责任，也算还了当年你一颗信号弹让我提干的人情，我不欠你的了。
9连有我，放心吧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，军营文化建设先进单位。先进团组织称号，学雷锋标兵。宋建设，到，我就不绕弯子。你们师长说要把你的团长给撸了，调到后勤去，我没有反对，我支持。我也认为，你不太适合当720团的团长。你知道原因吗？是我表现不好，让首长失望了。720团是一个英雄团，战争年代出过无数的战斗英雄。我记得你曾经也是个战斗英雄。我还记得当年你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走向边疆战场。你在战场上充满了血性，我想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，说说你的真实想法。我没什么想法，服从组织安排。好，报告。军长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的很多做法，但是请你相信我对这支军队的忠诚。我宋建设自打穿上这身军装，这辈子就没打算再脱下。如果有一天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受到威胁，战争爆发，我宋建设会再次马革裹尸，血洒疆场。但是我不认同在和平年代还要把战争作为首要的使命，甚至为此准备付出巨大的牺牲。时代不同了，首长。本世纪上半叶，主题是战争、革命；现在，我们身处90年代，时代的主题是和平和发展。我带的这些兵，有的是从山沟里想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有的是从战场上下来九死一生，还有的是在和平年代长大的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他们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，都付出了牺牲，牺牲了自己幸福安宁的生活。现在是和平年代了，一次普通的训练、普通的演习，难道还要让他们流血，甚至付出生命吗？很多人认为，既然仗打不起来，军队的战斗力就没那么重要了，可以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了，一切都可以在谈判桌上解决。能解决吗？愚蠢，幼稚！你以为战争不会爆发吗？你以为战争离我们很远吗？如果朝鲜战争我们不参战，美国人早就打到我们家门口了。二战以后，战争和局部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。你去找一本列宁的《帝国主义论》，好好看看吧。市图书馆有2本，有一本旧的被高粱给撕过，我让他赔了一本新的。好好看看这本书，你就会明白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什么，你就会明白军人的使命是什么。是。这次演习的失败不是别的原因，是你的思想出了问题。我希望
还能见到那个有血性的宋建设。菲菲姐，干嘛呢在这儿？夏琳的事儿我知道了。啊，夏琳这次被降了职，差点被转了业，是9连的事儿。其实，该降职的是我。他是代理营长，应该承担责任。被调去哪儿了？军作训处，何副参谋长出了面。其实我对夏琳个人是有歉意的，不过对9连来说，他走了不是坏事。我能理解你，但话又说回来，他作为一个军人，尽职尽责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执行者，这也是他身上闪光的地方。但是他方向错了，方向走错了，他越优秀，那他就越糟糕。他跟你不一样，你敢于坚持自己，带兵踏实，讲究实效。他吧，确实有时候讲究点形式。其实你们俩要是结合一下的话，才是一个最完美的指挥官。谢谢老班长点拨。找我什么事儿在这儿？坐下来说吧。为了你呀，我真是操碎了心。侯健那件事我知道，他在学校的时候追过南征，但是南征也没有当真啊，他只是南征工作上的好帮手。毛都没长齐呢，还好帮手？你别怪人家，要怪就怪你自己。你真的喜欢南征吗？这怎么还能这么问呢？这个世界上，我最在意的、最喜欢的就是南征了。我就奇怪了，你说你心里那股劲儿都哪儿去了？那时候不让你们谈恋爱，你处处表现自己，现在让你谈了吧，你倒是畏手畏脚了。你到底在怕什么？我是怕我不够好。你再说一遍。你这话真的不像你高粱说出来的呀。南征是不错，这2年的进步也很大。但是你说你现在也是个连长了，你将来也会越来越好，你差哪儿了？不是我差哪儿了，是南征太好了，他一直都太优秀了。我觉得我够不上他，我怕以后他失望。爱，是要争取和表达出来的。邓小平同志历时35天一路南巡，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重要谈话。东方风来满眼春，这个春天的故事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大步向前的序幕。从提出改革开放至今短短的10几年内，我们部队也变化巨大，老营房相继翻新，办公生活设施一应俱全。所有的一切都在积极蓬勃的发展，但我和高粱的关系却一直停滞不前。他好像一直在逃避什么。南征，另外2个箱子给你装好了。谢谢。哎，你这花怎么办？要不我先替你养着，回来再还给你。放下。新民侯健来自军区技侦局的，跟小征是军校同学，也是同事。小征，小征是你叫的吗？他让我这么叫他的呀。赶紧说正事儿。可能你还不知道，我作为小征的男朋友已经4个月了。没你什么事儿了，赶紧回去吧。看他也没用，别磨蹭，赶紧走。
这点心啊，告诉你啊，别打主意了。那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！你饲养不了它，冷血动物，别最后弄得自己遍体鳞伤，不值得。你呀，就回去找一个温柔贤惠的，好好追吧。说什么呢你？谁不是省油的主啊？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挣扎一下。高粱同志，我们可以公平竞争。竞争什么呀？胡建，不是跟你说的很清楚吗？咱俩是朋友。看见了吧？你对她再好，说跟你翻脸就翻脸，说炸你就炸你，有什么用？这种女人你对付得了吗？啊！我跟你说，第一没有修养，第二胡搅蛮缠。我呀，这是对付了好几年了，我习惯了，已经千疮百孔了，黄沙百战穿金甲。哎，过分了啊你！学点文化你还嘚瑟了你！哎，就这一下，你受得了吗？我们野战部队为什么每天苦练功夫？就是为了应对对象的狂轰滥炸。你这技术口啊，白搭。什么对象？谁你对象了？我什么时候当你做你对象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侦查教员说过，看起来像对象，听起来像对象，这捏起来也像对象，那肯定就是对象，是吧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们是拿我当靶子，互表爱意呢。高粱，南征是个表面要强，其实内心挺脆弱的女孩。她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、可以靠得住的男人的肩膀。你这说的不就是我吗？啊！快出去！大哥。干什么呀你？这我同事，你客气点儿。我知道你这同事人不错，就是话太多。是人挺好的。吃醋了？我吃他错，那么想不开呢我。这是我们局特招的理工男，智商180。别给我管智商多少，那智商250他也不适合你，知道吗？那你觉得你适合我吗？我怎么知道比他适合你啊？大点声。好容易赶上一次帮你收行李，你说你这一走，又是好几年。不过你放心啊，中间我肯定会去看你的。你呢，就给我灌输点先进知识，我去帮你赶一赶身边这些理工苍蝇。高粱，你以前不这样。我以前哪样？你在质疑你自己，你不自信。多自信啊！问你话呢。这说你对不对？别给我打马虎眼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。说话呀你要逃到什么时候？问你呢。我不是逃，我不是逃啊，我只是觉得我现在还不够好。什么叫不够好啊？哪儿不够好了呀？你不喜欢我吗？你说话呀！你看你说不清楚。你走啊！走了就再也不要来找我。我再也不等你了，我不要你了。臭高粱，真的想清楚了吗？连长，傻不傻？还叫连长？我都中校了。连长最亲。新兵江南征同志，说说看吧，为什么哭鼻子？
连长。好啦好啦。你怎么来了？想躲开我？我是想自己静一静啊。长布是整洁的，鞋子是光亮的。衣服也挺板正，说明你还没有乱。不过，你忘了一件事儿。你说过的，演习结束以后，你要向我求婚，我还等着呢。降了一职，却得到了一颗心。老天对我太好了，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其实这颗心一直都在，只是你把注意力放在了别的地方，没有感受到它。真远，请给我一段时间，我要想清楚。夏琳，难道以前你跟我说要追求我、向我表白，都没有想清楚吗？不是，我是需要一次真正的胜利，我要打败高粱，否则在我心里边我过不去。听你这样说呢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，关键还是得看你自己怎么想。你觉得自己可以放下他吗？我试过了，放不下。那不就完了吗？去告诉他你爱他。说不出口。为什么？他明明知道我心里面有他，他一直躲着我。再说了，以前都是他追我，他主动的，就不行你追他一次吗？你当初不顾一切去追顾一野的那股劲儿，哪儿去了？我觉得可能是受过伤吧，所以会害怕，因为爱，所以害怕。是害怕，还是犹豫？是怕高粱也像顾一野那样辜负了你吧？他不会的，他不会辜负我。这么肯定，那就是说你不甘心嫁给这个高粱花子，那样就不是骄傲少女江南征啦，对吗？如果是害怕，就勇敢一点，听我一句，好好的享受现在的甜蜜吧。结婚之前都是爱得轰轰烈烈的，结了婚之后很多事情都变了。会这样吗？自己没经历，可能别人说什么你都不会信吧。连长，最近还好吗？快团课结束了吧？对，明天分队先撤回。上次小产恢复的怎么样了？你看，你都还知道关心关心我。那个人，算了，不说我了，说你吧。你什么时候去学校？明天下午的车。南征，
这次你可以带着课题去深造，我真的很替你高兴。听我一句，无论是对自己爱的人，还是事业，就算遇到困难、误解，都不要轻言放弃。女人当兵，想混日子很容易，但想做出一番成绩来，哪怕是对待自己爱的人，都要比男兵付出的多得多。这不公平。是，不公平。有的时候我们明知道是这样，却还是咬着牙坚持下去，因为我们心里知道，总有一天，我们会为自己做出的一切而感到骄傲。路就摆在前面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还是要走下去，对吗？快点，快点，跑起来！跟着，跟着，跟着，跟着！下到底！团长，3个月里，9连在训练场上给我连败3回，啊，先输给700团夜老虎连，再输给702团鹰6连，最后我们团1连都输了，像什么话你说？现在贾点心倒了，你们没有人护犊子了，那些老先进们还不逮着机会狠狠地出口恶气呀？哎呀，他们恶气出了，那我呢？我气得直冒火。冒火有个蛋用！你现在是9连连长，你得想办法。团长，办法我都想好了，而且只有一个办法，恢复老9连渣子本色。怎么恢复？江卫星现在在700团宣传股写字符块呢，牛满仓在10司令部管理科当管理员，这2个老渣子死性不改，一身臭毛病，必须给调回来。哎，这个兵收好了，班长看热。你口气倒不小啊！一张嘴就要从外单位调2个干部，现在调一个人那么容易吗？老子又不是师长。团长，我调的不是人，我调的是老9连的作风。这几个老渣子不回来，老9连的横劲怎么回来？团长，团长，我也是。行，明天我就到市里跟你跑这个事儿。人要是真调来了，9连还像现在这个熊样子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是。跑起来！张卫星，你不想干了是吧？哎，老子早就不想干了。老乡，呀，你怎么来了？脾气不小呀！啊，股长做的都敢献。股长怎么了？只要让我占着理，团长的桌子我都敢献。哎呦，就想着眼前过瘾，以后不想进步了是吧？宁做百夫长，胜做一书生。我是来当兵的，又不是来当马屁精的。闻什么呀？有毛病吧你？渣子味儿，正宗9连老渣子。怎么着？看我倒霉过来笑话我来了？我是看你在这混不下去了，过来接你回720团。回去干嘛呀？还写材料？这2年送这个事儿不是招了好几个笔杆子吗？我一个只能讲真话、写真事的主，用得着我吗？哎呀，宋建设调走了，现在咱们老连长回来当团长了。他调走了？啊！我这阵子正在忙着写报告文学，还真没怎么关心市里面的人事变动。我拿这个来换你的报告文学。调我回720团当指导员啊，官升一级，怎么样？
我是一个艺术家，啊，一个有情怀的人。对于待遇啊、级别啊这种东西，我看得特别淡。但是呢，我愿意跟你回去。这都是看在情怀的面子上啊。哎呀，你别给情怀面子，这事好办。指导员让老牛当，然后你回连里给我看猪去。啊，你可以不尊重艺术，但是你要尊重情怀。多不情怀？高亮把猪圈里那头养了8年的样板猪给杀了，招回了几个老渣子，带着连队扎扎实实的干了小半年。关键是成效，我要的是成效。昨天进行的野外步兵连对抗中，他们打败了1连。敢不敢跟夜老虎连比试一下？那有什么不敢的？给你1个月的训练准备时间。1个月？报告首长，1个月的时间太紧张了。就1个月，一点富裕都没有。首长，我们刚摔了个跟头，这才爬起来，就给我们1个月的时间，真的难啊！少强调理由，怎么想赢怕输吗？报告首长，9连认领任务，把他们夜老虎打成老猫子。老朋友们，准备好挨揍了吗？准备好揍你了。红箭演习，我们就2个班，就把你们给干倒了。这次可是1个连，我先来个斩首！哎，有劲儿没地方使，是不是？别惹我，转向战争去吧！啊，干嘛呢？上，把敌军指挥网拿下！走！我认输！哎，我认输！顶凳子！我认输！好。行了，说正事儿。我要结婚了。是吗？什么时候啊？这次对抗结束吧。行，等对抗结束完了之后，我们好好给他办上。别了，阿秀不喜欢，他就说小范围的，咱们哥儿几个聚一下就行了。瞎讲！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能小范围呢？要办就往大里边办。阿秀的情况你也清楚，而且我也不喜欢热闹，就小范围的，老熟人意思一下。对了，有个新情况，这次对抗的规格不低，军里会把赢了的单位编入新单位试点。步兵还能编出来什么单位？快速反应部队？既然你没憋住，我也给你透露一个机密。这次对抗有外军加入。骡子，别人也就算了，这可是你的夜老虎连啊！你真能下去手啊？啊，那个冷血动物！哎，按照演习规则，夜老虎现在归苏拉里指导。他们现在是外军，咱们俩现在是同个战壕的战友。要么咱不玩，要玩就玩真的。你果然不是人。不过我喜欢，来吧。谢谢夸奖。
你部已进入雷区，派定阵亡。哎，这外军就这样，特种部队也不行啊，军官的基本功还不如我们步兵好一点的全训单位呢。啊！我军轻步兵天下第一，多少年过去了，这话还是不过时。军长，这外军要是这水平，那真没啥可学的。10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，让你这侦察兵去绣花，你行吗？啊，老老实实看着。下一个科目，反劫持战术模拟演练，这个需要人员配合。外军出5个人的教练组，你们也选5个人吧。报告，我去。报告，我。报告，我去。报告，我不行，我先看看。